环球旅行出发世界的尽头，南极，船票35000人民币一张，11天的旅程，吃喝玩乐全包，24小时免费供应。船顶有游泳池，还有热水泡澡。但我想，外面的风吹得酷嗖嗖的，多变态才来这里泡啊！敬自由，干杯！出发喽！酒店盲盒倒是开得多了，游轮盲盒倒是第一次，好紧张啊！啊，不是，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！我这真不是炫耀，因为我特意选了普通的船嘛，我觉得能去就行。因为它还有那种很豪华的船票，我就觉得花那么多钱很冤种。这不就是移动的5星级吗？那种超豪华的，得夸张到什么程度啊？但有件事情还是要跟大家讲清楚的，免得误导大家。像这一整间房，还有这张大床，其实是2个人2张船票起入住。因为我打哭嘛，我打得非常猛，我怕影响到别人，所以我自己买了2张船票。当然，如果你自己买1张船票来，也能住这样的，但是船会随机给你匹配一个房友，别想太多啊。只能跟自己性别一样的，要不然我早就买1张了。去南极肯定是没网的，但你要上网可以连船上的星链，500 MB 70刀，相当于人民币500块钱，我是上不起啊！我就当这11天里面，这个世界上没有蓝占飞这个人，彻底失联。更离谱的事情发生了，吃完饭不是回来睡觉吗？船开入公海了之后，这浪太大了，给我晃醒了。我拿手机一看，哎，怎么还有信号啊？还是3G 的，中国的基站牛逼啊！打开手机短信一看，无论是打电话接电话，都要16块钱人民币1分钟。更离谱的事情就是，同样是500 MB， 他收1500块钱，吓得我赶紧把后台的那个数据全部关掉，不然的话，第2天早上起来一看，估计跨飞的欠了好几万哦。现在的浪估计都已经有2-3米高了，不敢想象完全进入德雷克海峡得多夸张啊！早上起来吃早餐的时候，被通知所有甲板舱门全部关闭，因为现在的浪已经达到了4-5米高，人很容易就被卷进去，掉下去瞬间失温，没有了救，也没有人敢来救你。出发这头3天真的是很无聊，吃完饭要么到休息室里面看浪，要么就回房间里面发呆。外面风大浪大雨大，也不让你在外面甲板哭游，呼吸个新鲜空气都难。船里有健身房，但你敢练吗？一个浪打过来，直接给你卷到跑步机下面。也有做 SPA 按摩的，但100到60分钟，相当于人民币700块钱。我回国能把我脚都按烂，这不冤种吗？无聊到只能玩手机，但是玩手机上网也很贵呀，那我就选择睡觉，但睡觉又像睡在过山车上。那只能硬睡，希望早点到南极半岛吧，受不了了。因为中国旅客还是蛮多的，工作人员单独给我们开一桌，把所有中国人聚在一起聚餐。你问我这里为什么有个印度人，他说他也算半个中国人，在中国杭州生活了8年了。他说他叫 BJ， 然后中文名字叫什么？王哥啊，他中文名字叫王哥。你好。接下来在船上这10天，基本顿顿都不重样，还蛮爽的。以为是来吃苦的，没想到是来享福的。下船的时候还胖了5斤。这还蛮爽的，不限量，无限点，好吃还管饱。一觉醒来，终于到了，哇吼！雪山、冰川，哇吼！瞬间降温，好冷啊！开始刮风雪了，哇！但是好美，好安静啊！这冰山顶上还有一片云海。好像一个人戴着一个头巾啊，好酷啊！
Please, please, please come down now. Don't. 南极的冰啊，尝一下。甜的，我去，这是企鹅群吗？好萌，好可爱呀！原来它们游泳跟海豚一样，一直跃出水面，好神奇呀！这是白眉企鹅，好萌啊！我去，满山遍野都是企鹅，太壮观了。充 Q 币吧，兄弟！更好玩的事情就是企鹅睡觉都是一个姿势的，看到没？企鹅都选择躺平了，你还搁那哭哭加班呢！我靠，你猜猜这俩在干嘛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完事了，就5秒！我操，企鹅打架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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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快的嘞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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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不打了，还能看到企鹅滑雪，呜呼，好萌啊，好省事儿呀！这也能睡得着吗？站着把头都扭歪了。企鹅的脑部构造特别有意思，左脑睡觉，右脑保持警惕。你看这些发呆的企鹅，基本就是保持这个状态。顺便辟个谣啊，南极还没有咱们哈尔滨冷，而且这也不臭，那都是瞎扯。这只叫贼欧，别看它长得萌的，老快了，在这到处盯有没有企鹅蛋偷呢。喂，那边有只海豹在睡觉，胖得跟猪一样。别睡了喂，起来放班了喂。这叫南极鸬鹚，会飞的鸟里面潜水潜得最深的，能潜35米，太牛逼了。这南极鸬鹚近距离看好帅呀！你像那眼睛一圈圈蓝色的，好俊啊！再给大家科普一下，辟谣一下啊。在南极，你只能近距离的看企鹅，但你不能抓、不能碰、不能摸的啊！如果它身上有人类的味道，是会被自己的同类排斥、孤立的，那你就害了它。当然了，如果你头铁硬要抓，在这边也没有人能管得了你，因为南极是无政府状态嘛。但是你会被遣返回国，在南极条约下牢底坐穿。这种是十分稀有罕见的企鹅，叫帽带企鹅。你看它的下巴有一根线，看起来就好像一个企鹅戴着小帽子一样，所以叫帽带企鹅。也在企鹅的种类里面，下肢力量特别强大，是企鹅界的登山家，所以它们基本都会在雪山顶上啊、冰川那一块啊在筑巢。但随着全球变暖越来越严重，冰川越来越少，它们的生活环境也越来越恶劣，数量正在锐减。今天的运气也是贼好啊，能看得上企鹅跳水，真的跟动画片一样动，一个一个排队的跳，贼好玩。更好玩的就是企鹅上岸，没想到这么小只企鹅在水里面居然能弹跳那么高，我去，这也算是世界奇观了。感觉回到冰河世纪了，兄弟们，太酷了！哇，第2天登陆的难度有点高哦，这看起来感觉好像回到冰河世纪一样，好有感觉，好壮观。今天的行程就是海上巡航，俗称海上瞎溜达，还有南极半岛的徒步。这南极海上的冰川好美啊！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才能做得出来的艺术品，几亿年里面被海水不停的冲刷，才能变成这个模样，太震撼了。最后南极徒步的行程没什么难度，有腿就行，个把2个小时就走完了。毕竟他不可能带你们旅客去南极中心地带徒步，那得多专业的探险人员才能去，一个不小心真的会嘎的。但在这南极半岛的高点上拍拍照啊，打打卡啊，还是蛮好看的。哇，今天被暴风雪吹了1天，赶紧在楼顶的水池泡一下，不然可能第2天感冒。哇，爽！哇吼，爽！第3天的行程，先去看挪威的沉船遗址。这是一艘100年前的捕鲸船，现在船上还有当时炸鲸鱼用的箭头。船长跟我们说，1周前这冰上还能站人，现在已经化成碎碎冰了。
但还蛮好看的。那冰川不就是《冰雪奇缘》的艾莎的城堡吗？一模一样。这个冰川好像大拇指，点个赞。这就是那个沉船了。20年里面，西方的国家捕猎鲸鱼超过4万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鲸鱼的油脂能做成炸药。当时第1次世界大战特别需要炸药，都跑过来这边抓鲸鱼了。但今天的运气真的巨好，让我觉得这趟南极没有白来。发现了一个超美的冰川，远距离看像龙蛋，近距离看像蓝宝石。单拎出去，你告诉别人这不是人工削的，谁信啊？可它偏偏就是在南极几十亿年的冰川，一天一天的被海水冲刷成这样的，绝，真绝！最后回到船上，还有南极跳海的活动。感觉应该蛮有意思的。这次首跳居然是一个80岁的老太太，她用行动给大家证明，像她这个夸一样的年纪就应该勇敢的绽放，牛逼！第2个接棒跳的不纯纯的数值怪吗？哇哦，好看，爱看！哇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一直觉得老外挺猛的，没想到这么猛！南极裸泳，哇哦！还有高手，来都来了，老太太都敢跳，我也要跳。Hello， You ready? Yes. 好冷啊 ！2, 1, go！ 哇！不单了。还喝了2口水，牛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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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今天是登陆南极的第4天，也是最后一天，看看还有啥好玩的。看到了一只超可爱的海豹在睡懒觉，大家仔细听一下它打呼撒娇的声音，好萌啊！这只企鹅是真的懒，路都懒得走了，扒地上慢慢的扒回家。跟个乌龟一样，这地方好像我玩过的游戏《死亡搁浅》的游戏画面一样，哇，好有感觉啊！虽然今天的行程跟前几天没啥差别，都是看看企鹅啊，看看冰川啊，逛一下南极啊，但是还是很漂亮，很值得来的，有点非常不舍得。再见了，企鹅！再见了，冰川！再见了，南极！这个世界真的很奇妙，找了7天都没看到的鲸鱼，要离开南极最后一天，最后一刻，终于看到了座头鲸！哇哈！最后南极的日落火烧云送给大家，超美的，真绝啊！